这是这几日九川酒楼收上来的。这新币刚发行多久，这假币就这么多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二哥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。我想跟父亲说，让你来帮我。若你能劝说父亲同意，让我自然会尽力。这你说的，不许赖账啊！好，我这就进宫。哎，不用送我了。三少主此番前来，果然是希望少主助他查案。下官劝了这么久了，不希望你参与此事，少主却执意如此。就算查清了假币，护政司也不会落在少主的手里。彻查真相的美名只会落在三少主头上，事情却是你做的，弄不好还会弄个越权的名头。这新币是民生，没有好处也要做。若只为了自己那3分利，就没有实属制胜政策了。初五，尹征在集市抓了几个假币贩子，起初都不肯说，用了刑，全都招了。初八，他和老三端了2处公房，抓了几个制板的。初九就起了底了，他们都说认识一个走私贩子，叫陈曦。不过查了4日，总算是找到源头，只差抓这个陈曦。你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尹征用刑酷烈，听闻对印版贩子用了实刑。他已经跟姑说过了，没真的用，就是把这些人埋在土石里吓唬一下。税粮都给了，人一个都没死。父亲，那也是酷刑啊！嫡长主，你是想叫姑心传刑律不成？儿子不敢。假币的事，姑就交由尹征来处理。你若是始终处理不好护政司的事儿，就与老四一块儿去治理。父亲，回去好好想想吧。是。接下来一定要抓住尹征的把柄。这件事情已经将刑狱司都牵扯进来了，你们治理司那边一定要盯得紧一点，一旦发现他有违律，立即处置。是。舅舅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哦，还没有消息。不过岳侯爷说，或许可以用一桩新的事来掩盖眼下要紧的这一切。如今父亲可是不像从前那么信任我了，必须得想一个办法，否则会更麻烦。老四，你现在和我可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二哥放心，我都明白。
这件事情情况复杂，你不要贸然的掺和进去。当然，我最要向二哥献殷勤，但我没想过要把自己搭进去。贾碧这件事儿水太深了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就知道，你总能让我安心的。老四这次倒是敷衍啊，我以为他会有什么大动作，结果治理司就写了几封弹劾，说你用酷刑，再就没了。我这可算不上酷刑，他弹劾不了什么，放心。哎，你说你平时跟小绵羊似的，这回怎么这么狠啊？你是不是一直在压抑自己的兽性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要不下回你来？不，你来。哎，他说什么了？都是晨曦的人。说他跑去代传了。代传？为什么会是代传？这代传背后牵扯什么人，你应该清楚。有点不太对劲儿啊。还有必要再查吗？要不算了吧。若是再牵扯出来别的什么人，怕是……还是先把晨曦抓到再说吧。此处已出行传，你只管护好自己周全，其他的事情我自有办法。你呀，日后必有前程。日后，我可等不到日后。您答应我的，莫非您忘了？保重。务必在天亮前赶回都城。同安山发现了这处探脉，虽与代川交界，但不管是九川合盟中议定的，亦或是史书当中记载的，同安山都隶属我川。代川越界相争，未免无耻。主上，此次代川太过逾越，纵使儿臣与代川有联姻在身，亦不能姑息。我川常年因矿脉受制于代川，这次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儿臣以为应当封山，去往同安山内的官道、山道，亦应封建。主上，同安山与三川交界，恐怕还需要六少主以九川事务司的名义告知两川。是。但主上，封路一事会涉及单川，还请主上明察。好了，同安山矿脉必不可失，先去将代川方向的官道封禁，其余的日后再议。但此次绝不能让外川添烟进战。是。你要去很久吗？不会打起来吧？不会的，你要相信我的能力，对我不要过于思念。少来！你非跟人家去干嘛？你又不会骑马。说什么呢？我好歹上过骑射课，我怎么不会骑了？再说这次呀，父亲让我跟着老六，就是去历练历练。
说不定在我回来之时，父亲就给我指派一官职了。放心，他会骑，但是他晕马，骑时间长了就吐。哎呀，这吐一地上，马都害怕。晕，好，上，走了啊！哎，你上马的时候小心一点，你那个腿别夹太紧，但你那手勒紧点。哎，好了，别太担心了。谁担心他了？走啊！走了！这样，拜拜。小心啊！多少小心啊！哎呀，真不错啊！哎，我果然是一个驯马的天才啊！看多乖，这一路上，以后上班不能笑我。哎，对了，老刘，你最近不是在帮三哥查了个假币的案子吗？你说这个时候二哥提议父亲让你来代川处理这件事情，是不是不太妙啊？连你都看出来了？什么叫连我都看出来了？我看起来很愚蠢吗？不过也好，可以查一查晨曦的下落。这洛河镇挨着丹川，还请去信让丹川主派兵帮忙看守，这样不会影响两川百姓的生活。那现在我们只需要把去向代川的平通镇官道封上即可，明白了吗？哎，你不是丹川那个女官吗？拜见二位少主。敢问究竟是为何要派人将洛河镇的官道全部封锁？明日起就是洛河镇茶马节，丹川东北州镇都靠这几日的茶马市役养活，如今闭锁官道，恐怕会影响百姓生计呀。你这消息从何而来？信川都城加急送来的敕令。不是，难道是我记错了吗？我怎么记得父亲只说要封了代川的官道，怎么到头来把丹川也给封了？是不是？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跟丹川主见面。我不去，我看着我紧张，我腿软。不是要历练吗？吴少主，请。我硬啊，这是。走，辛苦了，虎哥。封路的公函已然发下去了，以老六的性子，会作何决断？让父亲签发封路公函，就是给了他一条死路。若按制行事，这点时日可不够他来回请示的。弹劾的折子已然备好，待老六动作的消息传回，随时都。二哥放心，够大的。二哥这牌赢得漂亮。代川虽然已经有所表态，但矿脉不容有失，还是要严查关卡，不能让任何代川细作进入我新川境内。是，去吧。哎呦！五哥，你这风尘仆仆，行色匆匆，看来事情解决了。丹川主怎么说？没见着，他正忙着呀，这个安抚几个商户呢。但他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，马上就签发了公函，明确表示丹川会配合新川检视过往人员，以防有这个代川的人混进同安山。代川主那边呢？说是治理司盘错了心思，因为这同安山确实在史上和代川有过关系，这也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他们还指望咱们照顾他们的石炭生意，所以短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。你不知道，我这次去丹川，看到那些商户和百姓们都在谈论此事，我发现这个茶马节还是挺重要的。当然了，
这茶马节是当地最重要的节日，两地百姓都指望着它糊口营生呢。你说现在的写信，寄回给父亲让他收回成命，是不是来不及啊？这怎么办呀？所以我是。胡哥，你怎么想？我觉得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莫不如咱们先放开官道，然后再给父亲请罪，你看如何？你这不是爱屋及乌吧？老六，这是民生问题啊，什么爱屋及乌，这是大事，民生问题啊！哥，你成长了。成长了。其实你早就有主意，你就是试探我。哎，吃块饼消消气，甜的。哎，你之前说在这找那个什么溪，是不是还要再盘桓几日啊？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咱们明日还是先回去给父亲一个交代。对，虽然你已经跟代川谈妥了，但是还是要跟父亲说明才是啊。六少主递上请罪折子，说给丹川放行是为民生，可此举置本川利益于不顾，更是僭越独断，理应重罚。是啊，少主如此忤逆，实乃动摇新川之本啊！对呀，新川少主怎可偏袒外川？这个可少主也是为民生着想啊！哎，虽情有可原，但罪不可恕。上官总说要去这个游历江湖，你看这一路，以我现在的马术，我肯定不会拖到后腿。这样，我先进宫见父亲。哎，你说父亲不会反对给丹川通路这事儿要保矿脉吧？你这样，我先去酒楼找上官啊，等会儿见。行啊，走。哎，老九。哎，五哥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给郝家姐姐送点燕窝补补身子呀。就这个啊？我看。哎呦，哎，你这个东西靠谱吗？当然了，又不给你吃，哪来那么多问题？就是问问，你这东西要真不错，你也给我点儿。就那么一点，我特地给郝家姐姐准备的。哎，你不是刚从代川边境回来吗？你怎么不进宫，还跑酒楼来了？你最近来酒楼来的也太勤了吧？我勤吗？啊。有人天天在这儿，我不来这儿，我见不着人呢。我谁呀？不是，你该不会还对郝家姐姐有什么想法吧？你可别对不起五嫂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在这儿？那你总来酒楼干什么呀？别跟我说你是来看五嫂的，谁不知道你们两个感情不和？行，你看啊，你说让我别对不起上官静，又说我俩感情不和，合着什么话都让你说了。那你说郝家姐姐出府。宫里也有人传跟你有点关系，就算你不喜欢五嫂，但也是定下的姻缘了，你得收起那点花花肠子。谁跟你说我？不是你是哥，我是哥呀，你还在那儿，你在这儿长篇大论。行，你忙你回去。我是注意好。哎，上官，上官，上官，哎呀，上官，哎，上官，五少主，新川主有请。这给你。哦，我不用，我没事儿。你就不能温柔点？郝家又不会这样。郝家姐姐出府，宫里也有人传跟你有点关系，就算你不喜欢五嫂，但也是定下的姻缘了，你得收起那点花花肠子。
下去吧。喂，你在不在里边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今天跟老九说的话，我全部都听到了，我心里很在意。但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郝佳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尹琪，你听没听见？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！夫人，不好了！近日少主进宫问安，迟迟未归。方才小人去问，结果听说5少主跟6少主被扣下了。什么？这一本治理司弹劾6少主不遵敕令，擅自给丹川放行，僭越独断。这一本弹劾6少主目中无人，置本川于不顾。户政司弹劾6少主对丹川主谄媚，罔顾矿脉。集市中弹劾6少主忤逆，不遵定制，先斩后奏。孤竟是不知，你胆子这么大，儿臣不敢。封路一事事关民生，时间紧迫，所以儿臣斗胆倒行逆施。老6，你的请罪折子孤都看过了。你要说此事是因为你一人所为，孤定然不信。老五这丹川女婿就全然不知吗？五哥确实全然不知，他性子淡薄，甚少管事，你也知道。父亲，儿臣也以为此事绝非老五所能决断，外臣皆知，此事由老6负责。他居然敢越过父亲做出决断，莫不是他以为自己比主上更懂得拿捏分寸？嫡长主也不必夸大其词。主上，丹川主已经同意会严查关卡，不会让任何代川探子入境。老6啊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孤为什么要在茶马节开始之前封禁官道？洛河镇茶马节鱼龙混杂，若代传有心，害一个探子混入其中，再经由丹川潜入同安山，涉及矿脉，你待如何？这些你是不会想不到的。那究竟是刚愎自用，还是存心抗旨？代川老6本该与代川主周旋，这才是九川事务司该做的事儿。而如今6弟失职，儿臣无奈也只能适机从权，自行与代川交涉。你与代川交涉？你何时与代川交涉？儿臣的岳丈乃是代川矿主，他已联手其他矿主说服代川主放弃同安山矿脉。如今事情已成，这是回函。看来代川主早就已经想明白了，同安山是我川领地，他们不该觊觎。老6，你是新川的少主，不是丹川的少主。此次父亲派你去同安山，是为了让你保住矿脉，与代川斡旋，而你所做之事，与抗旨无异。但好在，大家都是自家人，请罪折子道一声僭越，也就可以高高抬起，轻轻放下。老6，
你可知罪？哼，僭越之罪，当撤职查办，罪责另行处置。明日起，你就不用去九川事务司应马了。父亲，不可呀！父亲，老刘确实与代川多次交涉，而且2度撤职，众人会如何看待6少主？父亲，请父亲明鉴。其实，私撤丹川路禁的是我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儿臣是丹川主的妹婿，急于维护一姐，才私自做了决断。老刘什么都不知道。父亲，老五。你撒谎，也要找几个合适的理由。你们同去同安山，你听令于他，没有他的指令，你能决断？我怎么不能？没有给丹川通用的指令，我都敢放行，我还会怕老六不同意我吗？父亲，此事与5个无关啊！父亲，此事确实是儿臣一人所为。如果你要罚，就罚我吧。父亲，老六什么都不知道啊！父亲，好了，来人，在，将5少主、6少主拖出去，杖20。关入监室。是。父亲，你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，老六什么都不知道啊！父亲，父亲，老六真的不知道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。嬷嬷如何了？哎呀，少夫人，主上震怒，还说要废了6少主尊位这样的话，而且还打了2位少主好几顿呢。他平日里就犯浑，新川主对他也没有什么指望，但这头一回打这么重啊！不行，我得找我姐姐给新川主写信。哎呀，少夫人，小的虽然不懂什么，但是也能看了几分眼色。我揣摩着这眼下呀，还是让主上把气发出来的好，咱不急这一时啊。但我怕他犯小孩子脾气，他不肯认错呀。少夫人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依我看，这打了倒是件好事，说明啊，这是主上在发泄。若是连气都不撒的话，那才是真的失望呢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看你这眼圈都青了，回去吧啊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俩明明做的是好事，怎么反被人利用，安上了罪名？小人听说，本来都把5少主摘出去了，可一听主上要治咱们少主的罪，这5少主一着急，就说事情都是自己做的，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结果。上官，你先回家，给丹川主写封信，让他千万不要上书求情。僭越之事，最是犯了忌讳，再有外传说效，更是容易让人抓住把柄。还是先摸清楚事情始末才好。事无定论，若是妄自揣测，只会自寻烦恼。你放心，我和元英会设法进宫，求何夫人和陈夫人帮忙的啊！多谢你妈。会好的。
六少主，主上啊本就不想把您关起来的，眼下把您放出来了，这个你一会儿就服个软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主上，作何决定？五少主应该是难逃责罚了。六少主，您可要顾全自身啊。参见主上。知错了吗？臣逾矩奉行，先斩后奏，理应按律处理。主上若是要废我绝无怨言。但父亲能不能放了5个，此事与他无关。认罪，但不知错。你是觉得自己这样颇有气节，还想撇清老五？他知不知情，不很清楚。这是你们讲兄弟义气的时候吗？5个他做不了主，所有决断都是我一人做的。放行的人是我，那受罚的应该也是我呀，为何要让5个顶罪？难道就是因为我比他有利用价值吗？住口！你是就这么想自己的父亲？姑可真是待你不薄。你可知这短短半日，弹劾的折子像雪片一样送入宫中，老五已经亲口承认是他自己所为。他还是单传的女婿，说于此事无涉。这满朝文武，谁能相信？可忤逆的人就是我，不是他。你是在逼迫姑吗？大四，你又输了。二哥怕是要把我下个月的俸禄也收入囊中了。那现在就给你个机会，让你把以前的俸禄全都再赢回去。那二哥这次想赌点什么？就赌老六吧，看他能苟延残喘到几时。六少主啊，你这脾气真是……主上能否对5个从轻发落？哎呀，主上怎么想，岂是小人敢揣测的？主上只是让小人将少主再去偏殿思过。那麻烦主官帮我带句话给主上，玉镯成妻，他以此为妻。
顺利，主气去之。主上，六少主实在不该说这样的话。主上想用他击一击嫡长主，这也是为兄弟者分内的。他呀，就是担心五少主有点昏了头。他一早便知孤用他压着老二，自愿为孤的剑刃。如今却又说孤把儿子们都当成工具，迟早儿子也要舍弃孤。主上，六少主他只是……行了。哎呀，他现在是脑热，为了一点情谊，分寸都顾不上了。是。主上，那五少主会如何处置呀？知礼司又送来好些弹劾折子，终归要有个交代。僭越的罪行，老六万万担不起。可老五，五弟妹，五弟妹，七嫂怎么来了？五弟妹，妾身与夫君都是在嫡长主的羽翼下讨饭吃的。这嫡长主让我们传话，我们不能不传。可是夫君他又是个男子，不便登门，就只能让妾来与五弟妹说一声了。四嫂有话直说吧。五弟现在性命垂危。怎么会性命垂危呢？之前不是说只是暂时的关在牢里吗？哎呀，五弟这次犯的是死罪，这也不知怎么的，明明是六弟的事儿，可六弟现下没事儿了，五弟却落得这般田地。五弟妹，嫡长主他是心疼五弟的，不然不会让我们夫妇俩来传话。他想着你毕竟是丹川的郡主，你想想办法，或许五弟还能有一条活路。主上要次次引荐。先前你们递帖子进宫求见，都被退了回来，可见主上也没有想好如何处置。既然现在放你们进来，开始有了定论。白日里，老六已经被提了出来，眼下正在偏殿压着。只是这老五，在牢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丹川主那边有消息吗？上官已经问过丹川主了，他们的做法本来没有问题。也是为了维系两川和平。嬴政他们早就和代川那边谈妥了，只是二少主抢先他们一步捅了出来。二少主夫人都不知道此事，也没来得及知会我们，就到了现在这个地步。陷阱虽不高明，但却有效。忤逆僭越的罪名，须得有人承担。这罪名扣在谁的头上，都是监禁一生的罪过。主上绝不能同时折损两个儿子，他这会儿怕是已经权衡好了。姐姐，我去求见主上。眼下你先不用去，我自己去。这世上会决断的又不止他一人。
不好了，五少主夫人要闯监室，